第1152章宋清。听得那苍老笑声，萧炎也是微微抬头，刚好是见到那白衣老者缓缓转过身，其发须皆白，脸庞上布满着深深的皱纹，双眼在皱纹压叠下显得有些细密，那如深潭般深不可测的双眼中却是有着一抹温和笑意。前辈说笑了。拱了拱手，萧炎躬声道：哼，这可不是说笑，如此年龄便达7品高级炼药师层次，放眼大陆能够达到这一步的人可是屈指可数啊。白衣老者目光在萧炎身上来回的扫视了一圈，温和的道：老夫玄空子，若是不嫌生的话，可以称我一声玄老，我当年与你老师药尘交情颇深，你这般称倒也不算过分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闻言，萧炎也是乐得如此，拱手笑道。玄空子笑了笑，将手中的一卷卷轴放在书柜之中，然后转回书桌前道：玄冥宗的事你倒不要有疙瘩，如今圣丹城因为丹会的事处于最为混乱与紧绷期间，若是一个弄不好，或许会耽搁丹会的举行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。昨夜那人他掩藏了气息与容貌，我本身未曾到那里，所以也不知道他究竟是魂殿的哪一位尊老。玄空子缓缓的道：应该是木谷老人。萧炎迟疑了一下道：哦。闻言，玄空子一怔，倒并未有太多的意外，缓缓的点了点头道：难怪会找上你，原来是这个老家伙，这些魂殿的人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啊。药尘如今是否也落到了魂殿手中？玄空子干枯的手掌摩挲着桌面，突然道。萧炎嘴唇微抿，旋即点了点头。哎，这老家伙生性洒脱，素来不喜拉帮结派之事，若是当初他听我言成为丹塔巨头的话，也不用被魂殿觊觎啊。玄空子叹息了一声道：此事我会让人多加留意，若是有药尘消息的话，会通知于你。多谢玄老。萧炎连忙道谢。丹塔的势力遍布中州，若是有他们帮忙搜寻的话，那自然是少无数的麻烦。玄空子摆了摆手道：魂殿也算是我丹塔的隐性敌人，每年被他们所抓捕的炼药师灵魂不知何几，但由于一些缘故，丹塔却并不能直接对魂殿宣战，这个组织实力远非你能够预料。萧炎默默点头，魂殿能够在中州存在这么多年，若是没有底气的话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，只不过令得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连丹塔都对这个神秘势力这般的忌惮。嘎吱，在萧炎沉吟间，殿门突然缓缓开启，旋即3道身影缓步走近，前者偏过头，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愕，因为那领先的2人赫然便是曹颖与丹家的那位名叫丹晨的少女。在曹颖与丹晨身后，还有着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，其模样颇为的俊秀，在进入大殿时还在低声与曹颖二女说笑着，在其胸口处有着一枚徽章，上面有着7颗璀璨的紫金星辰。7品高级炼药师。在萧炎见到2人时，曹颖与丹晨也是瞧见了他，脸颊上也是闪过一些惊讶，显然对于他出现在这里很是感到讶异。老师。曹颖缓步上前，对着玄空子躬声道：玄空会长。呵呵，你3人也都来了吗？玄空子抬起头，冲着3人笑了笑，然后目光转向萧炎道：这位便是此次5大家族考核的冠军萧炎，想必你们都早已经知道了。哥哥怎么能不知道？萧炎先生最近可是在圣丹城被传得沸沸扬扬呢。曹颖掩嘴娇笑道，那般妖娆妩媚的风情，令得一旁的那位黑衣男子眼中掠过许些难以察觉的火热。对于曹颖这等话语，萧炎也不在意，只是礼貌性地冲着3人笑了笑。宋清早就听说过萧炎先生在5大家族考核上的表现，今日见面果然是名不虚传。那名黑衣男子缓步上前，对着萧炎伸出手来，含笑道：过奖了。萧炎微微一笑，虽然面前的黑衣男子掩藏得好，但他还是从对方眼中瞧出了一抹淡淡的敌意，而这敌意的来源处似乎便是一旁的曹颖。这妖女果然是祸国殃民的主。对于这般发现，萧炎也只能在心中苦笑一声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便是莫名其妙地引来一些敌视，当真是令得他有些无语。萧炎先生，宋清可是丹塔大长老的弟子，而且也是丹塔中最为年轻的长老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丹塔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8大长老哦，本事可一点都不比你弱。曹颖眼波流转，嫣然笑道。听得曹颖所说，
那宋清脸庞上倒是没什么变化，但眼中却是掠过一抹淡淡的得意之色。以他这般成就，倒也的确有着自傲的资本。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萧炎笑笑，并未多说什么。曹颖这妖女性情诡异莫测，若是不小心的话，还真会被她耍得团团转。而她的性子也并非是那种喜欢围着女人转的人，即便这曹颖不是寻常女人。好了，既然都已经认识了，那我便说说叫你们来的目的。玄空子微微一笑，目光缓缓地在几人身上扫过，他的目光仿佛能够洞穿人心一般，即便是以曹颖那妖孽般的性子，在他面前都是显得相当的乖巧。丹会选拔还有几天时间，便是将要举行。玄空子声音平缓的道：这一次的丹会，因为3000焰炎火的关系，吸引了不少势力前来，这其中便是包括魂殿的人。魂殿？闻言，曹颖三人皆是眉头微蹙，轻声道。萧炎眼眸微微闪烁，并未答话。由于长期封印3000焰炎火的关系，导致他对丹塔颇为的怨愤，若是被释放而出的话，必然会对丹域进行报复性的攻击，到时候损失必然极大。玄空子轻叹道：这3000焰炎火经过无数年岁月，灵智已是相当不弱，再加上其野性难驯，我丹塔用尽一切手段都是未曾让得他屈服。而且由于这些年他逐渐的吸收星空之力，我们的封印已经有些逐渐束缚不了他，所以必须尽快将这麻烦解决。魂殿此行或许是想要将3000焰炎火收入囊中，当然如果一旦收取不成功，那么他们便是会毁灭封印，释放3000焰炎火。如此一来的话，丹塔必将损失惨重，到时候也方便他魂殿来收集灵魂体。3000焰炎火威力极强，虽说在异火榜上他排名并未进入前5，但其能力却是足以进入此行列。玄空子面色略微有些凝重，道：因为星空之力凝聚的缘故，3000焰炎火相当于不死之身，所以即便是我们也只能将之封印，而不能将其击杀。谁若是得到了3000焰炎火，并且将之收服，那么便也将会拥有着无比强大的回复力。这种异火若是落在魂殿手中，必然将会是极大的麻烦。而将你们叫来，也正是因为此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阻止魂殿得到3000焰炎火。望着玄空子那凝重的脸色，大殿内也是陷入了一阵寂静。片刻后，那曹颖方才蹙着柳眉道：老师，既然如此担心魂殿，为何不直接禁止他们参加？首先，我们并不知道参加丹会的炼药师究竟有谁是魂殿的人，而且即便知道了，也并不能以任何理由禁止，因为这是丹塔历代的规矩，只要是炼药师并且具备了参赛资格，即便真是丹塔的敌对势力，也不能取消他的资格。这规矩虽然令人头疼，但也正是因为丹塔那包容之举，方才令得丹塔逐渐的成长到今天这一步，所以有些规矩是不能碰的。玄空子有些无奈的道。闻言，一行人方才缓缓点了点头。萧炎本身便是与魂殿势不两立，而且3000焰炎火也是他必得之物，对于这种事他自然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。还有7天时间便是丹会选拔开始，这段时间你们尽量待在丹塔之内，魂殿为了得到丹会冠军位置，说不定会暗中使用手段，所以你们也要多加小心。玄空子嘱咐道。萧炎等人再度点头。事情大概就这些，现在你们唯一所需要做的便是静等丹会的开始。玄空子笑了笑，温和目光转向萧炎，随手从桌上取过一卷卷轴，甩向后者道：听说你对影儿的魂手印挺感兴趣，拿去好好看看吧。虽说这魂手印在魂技不算太过高阶，但在外界也是极为稀罕之物。接过卷轴，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欣喜之色，连忙抱拳道：多谢玄老。哼，小事而已。玄空子笑了笑，然后对着众人挥了挥手。见状，萧炎等人也就不多留，躬身行了一礼后，便是徐徐退出大殿。望着众人退出，玄空子方才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药尘，我们当年的那场赌约，便得看萧炎与影儿谁能够取得这一届丹会的冠军了。不知道这一次你还能否胜我？